好久不见！今天的视频呢是跟大家介绍我公寓里所有的东西。那这个内容一定是非常的多了，而且我会尽量解释到每一个细节，帮助大家也认识一些平时可能不会学到的词语。由于这个内容比较多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会从进门的部分，也就是我的小客厅开始介绍。一进门是我的大门，这个大门的上面有一个猫眼，还有大门的锁，这是大门的锁。锁的上面有什么呢？它的把手，这是它的钥匙孔，钥匙孔里面有一个钥匙，有一把钥匙。因为我一个人在家，所以我已经把它反锁了，从里面反锁，这样从外面也不可以打开。下面也是一个小锁，可以这样锁起来，但是因为我已经反锁了，所以我没有锁。好，然后进来之后，第一个地方是开灯的键，这个是关灯、开灯，对。好，到旁边，这里是我的小沙发。好，我来坐在我的小沙发上。好，在我的沙发上有什么呢？有我的平时背的包，还有一个收纳一些东西，比如说零食，或者是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我给学生买的礼物，还有我的红笔，上课用的东西。有一个雨衣，这个如果我去健身，我没有带伞，把这个放在包里会很方便。还有一个我的头盔，头盔的前面是它的挡风的眼镜，可以把它拿下来。这个颜色的是可以挡紫外线的，这个颜色就可以看到外面发生什么更清楚。好，那这个是我的沙发上的东西。我用了一个白色的沙发布，因为里面是布的沙发，所以很难清洗，所以我用了沙发布放在上面。白色让我的房间看起来更亮。左手边，这是左手边的东西，还有一台，这个不是钢琴，这个应该算是电子琴，有琴架，还有琴椅。它们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的小桌子。对，这是我的客厅。进门后左手边的东西，那我们来看一看右手边有什么东西。首先有一个柜子，这个柜子下面是放鞋的，上面是放一些杂物。我们来打开柜子看一看。打开柜子可以看到噔噔噔噔，非常的杂乱。好，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我经常会用到的纸。我是一个很喜欢用纸巾的人，所以我一天大概会用这么一包。然后这个是在淘宝买的，非常便宜，1块钱一包的。左边这个是一些小包的纸巾，这个可以放在出门的小包里面，很方便。还放了比如说防晒帽，还有伞。这个是我不记得是什么东西了，一些杂物，一些袋子。因为平时如果出门给别人带一些什么东西，可能需要用袋子装，所以我留了一些袋子，也许有一天可以用到。还有不会戴的帽子，平时
这个帽子我买来发现我戴着非常的不好看。好，这个是我的上面的柜子有的东西啊，这个袋子叫纸袋子，因为它是纸做的。这个就是普通的塑料袋，但是它比那些比如说711的袋子更牢固一点，可以装的东西也更多。这个也算塑料袋吧，它也是塑料做的。还有伞，这个伞它里面有黑色的部分，所以它应该是防晒伞，所以它是既是太阳伞也是雨伞。这个帽子是有黑色的这个，所以它也是防晒帽，防紫外线的帽子。这样的纸叫抽纸，然后圆筒的那个叫卷纸。我一般不用，在这里我一般不用卷纸，因为泰国的卷纸比较薄，而且有一点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在淘宝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这个。我一般是在淘宝买，在泰国的纸真的贵很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。有酒精，这个酒精是用来补那些可以喷的小瓶的酒精。我一般会把这个带去学校，或者是在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放一个，用完以后可以用这样的大瓶的补在里面，不然每一次买这样的小瓶的是真的很不划算。好，酒精的后面，这个是我的钥匙扣上掉下来的东西，好心痛。还有一个钥匙，这个钥匙是楼下的邮箱的钥匙，邮箱里一般他们会放我的水费或者电费的单子，有一些硬币，还有回形针，可以夹一些纸。对，皮筋，扎头发的皮筋。还有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把手机的卡拿出来的一个小针。这是楼下电梯的卡。还有口罩，如果我没有化妆的时候，我一般会戴着口罩再出门，因为我的黑眼圈实在是太重了。下一个是我的眼镜，一般出门的，如果太阳很大的话，戴着它就不容易皱眼睛，会减少眼部的细纹。好，这是一些口罩，剩下的口罩可能还有10个。还有粘毛球的东西，如果我的衣服上有很多毛球，可以把它粘下来，但是现在我的猫不在这里，所以一般很少用到它。那我们来看看下面有些什么东西吧。好，这个我说实话，我有点不太敢给你们看，因为我之前录过一个极简主义的视频，告诉了大家我是极简主义，没想到今天就打脸了。其实我的鞋不是很少，不多，但是这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鞋柜。好吧，我来说一说这些鞋，这样的鞋是皮鞋，这是一双黑色的皮鞋，皮的，这个也是皮鞋，然后这样的都是皮鞋，红色的皮鞋，然后这样子的是运动鞋。对，哎呀，有点放不下，真不好意思。我其实是因为工作的地方需要
穿比较正式的鞋，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风格，所以买了这么多来看一看我适合什么样的鞋子。其实我真的不需要买这些鞋子，但是想要好看一点，就至少得体一点，还是需要买一些东西来试错的。那我发现我其实只有皮鞋和运动鞋，运动鞋这里也黑色的运动鞋，然后拖鞋也就是我现在穿着的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是拖鞋，还有什么高跟鞋？好，喂，这个是高跟鞋，这样子的高跟鞋。但是我平时也不会穿这个高跟鞋，我不会穿的鞋我就把它躲在这边。好，就是这样了，这是我所有的鞋子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鞋柜的左边有什么。好，鞋柜的左边，首先它的上面有一个空调，空调的下面是一个放东西的架子，架子的右边有一个小小的香薰，再下面是电视，电视的左边是它的连接线，如果我想把我的电脑连接到这个电视上，投屏到电视上，可以用这根数据线。还有电视的充电线，我把它拔掉了，因为我很少用到这个电视。有用完的，几乎要用完的纸巾，有一个遥控器，还有几瓶水。这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剪刀，这个剪刀一般是用来剪眉毛，剪一些小小的东西。我的家里没有别的剪刀，所以我用它剪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快递。好，这个是大瓶的水，后面有垃圾袋。对，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买的垃圾袋。它们的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这个地方我一般用来放水。好了，那我就介绍完我的客厅的所有的东西了。门，还有沙发、包、收纳箱、头盔、电子钢琴、琴椅、小圆桌、空调、香薰、抽纸、电视、水、垃圾袋，就这样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厨房里都有什么东西。我们还是照旧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左边这里是我的冰箱，右边是厨房的柜子、灶台，还有一些锅碗。我们从冰箱开始吧。冰箱的上面是冷冻层，冷冻层我装了一些肉，把它装成小包小包的，每天回来的时候把它放在外面解冻，然后煮点蔬菜就可以做饭了。这里是装好的葱，现在我已经不弄大蒜、辣椒那些东西了，我觉得我不吃那些也可以节约很多时间，而且可能对我的皮肤好一些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叫做保鲜袋，保鲜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下面有些什么东西。首先是放鸡蛋的一个架子，还有茶，有一些花茶，这个是学生家长送的。然后保鲜袋，还有豆瓣酱，做四川菜一定要有豆瓣酱。保鲜袋，这个是小小的保鲜袋，可以把肉装成小包小包的，一顿用一包。酸豇豆，贵州人超级喜欢吃酸，我超爱酸豇豆。还有咖啡，不好喝的咖啡。
不好意思。好，下面呢是鸡蛋，吃完的鸡蛋盒还没有丢，还有咖喱还没有做过的咖喱，和还是2个鸡蛋，还是2个鸡蛋的鸡蛋盒，还有鸡蛋。这是我炸的，我忽然发现我只会用家乡话说熬，哦对，普通话也是熬，我熬的猪油，还有辣椒酱，很多很多辣椒酱，老干妈太好吃了，老干妈，这个是青椒酱，胡青椒酱，也很好吃。还有一瓶面条、米粉，下面有火锅底料，我还没有机会吃。可乐，我戒糖，但是上一次请朋友来，他买了很多可乐。还有，贵州辣椒面，吃一些炸的土豆，炸的豆腐什么的都可以用这个很细的辣椒面。这是我冰箱里的下面的所有的东西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右边，厨房的这里。灶台的上面有什么？好，在这个柜子里，这个没有柜子哦。好，这里是一个吸油烟机，这样拉出来它就开始吸了。这个柜子里也什么也没有。好，这个柜子里放了一些调料，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。好，有一些油、料酒、蚝油、盐、胡椒、酱油、黑醋、生抽、黑胡椒粉、白醋，一个杯子。后面就是我存的一些黑醋和酱油。在后面应该是一包方便面。好了，这个是所有的东西啊，在上面还有一个保鲜盒。那下面有一些什么呢？这个是一瓶橄榄油，做饭的时候可以用。还有锅，一个是平底锅，还有一个是小汤锅。它比较深，平底锅比较浅，比较宽。2个盘子，几乎不会用到的盘子，和一个透明的碗。上面有一双筷子，一个叉子，一个勺子。后面是一把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刀，一般不会用到，和一把更小的刀。这个我会经常用到，和咖啡快喝完了，汤锅的盖子还没洗呢，小小的洗洁精，洗碗用的洗洁精。这个是洗碗洗菜用的水龙头，这个开关是这样前后拉开的，拉开然后关上。这个是洗碗巾，旁边是一个切板，把食物放在上面切的切板。在下面的柜子里，这里是一个放餐具的地方，但是我一般不会放在这里。下面是我储存一些东西的地方，
我其实每天早上都会把它打开。这里，因为这里有一些我每天早上都会喝的黑芝麻糊，豆浆粉，还有黑豆浆粉，还有桑葚干和燕麦，还有煮火锅用的锅。下面是辣条，我尽量不吃它，我会给我的学生们吃。噔噔，乱七八糟。好，这里是干海带，平时做饭的时候提前拿4个左右出来，4、5个泡一泡，然后放在锅里煮。我很喜欢吃海带，还有一些这样的干货，比如桂皮、花椒，还有土豆淀粉、大料、五香粉、冰糖、一次性筷子、一次性的叉子、勺子，还有白砂糖，在超市买东西送的杯子，还有一个小切板，还有一个生日蜡烛。下面是我买的很多做饭的辣椒，都是贵州辣椒。我很喜欢吃辣椒，我囤了很多辣椒。好，这个下面就是什么也没有啊，这个是上一个租户的垃圾桶吧，我还没有用。没有用过它。好了，这就是灶台这里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看右边有什么东西呢？右边其实只有一个小桌子和2把椅子。左边的这把椅子它也是布的，所以我在上面铺了一层布。它的后面有一个，这是棕色还是金色的窗帘，窗帘的后面是阳台，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阳台。左边的椅子是布的，那右边的椅子是皮质的，这个比较好清理，所以我没有给它铺上布。2张椅子中间的这个小桌子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桌子。好，这个桌子上有1瓶水，有一些一次性的吸管，有1包燕麦、抹茶、桑葚干、抽纸，还有我的笔记本，一个便利贴、便条本，它是可以撕下来，粘在一个地方的，所以这个叫便条。我的便条本，这个是我的笔记本，也算是我的日记本，里面写了我的计划和我的秘密。好，这个是我最近在看的书，还没看完，还有我很喜欢的电视剧，我买了书，还有一本我的学生推荐我的书。我们来看看阳台吧。阳台的左边是一个洗衣机，右边是一个晾衣服的晾衣架。晾衣架上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架子，这个晾衣架一般用来晾袜子、内裤什么的。右边是2个普通的衣架，衣架上挂着我的浴巾，还有擦头的毛巾。我们来看一看我更乱的卧室吧。左边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在墙上的小灯，这个是为了录视频好看买的一个背景灯。然后是空调、窗帘，还有乱七八糟的床。我不喜欢叠被子我不知道叠被子有什么用，我还没有找到叠被子的意义，所以我没有叠被子的习惯还有2个枕头和我真正会用到的枕头。
我的颈椎不好，所以我一般会用这个作为我的枕头。床上的这个是床单，床单的下面是床垫，外面的这个叫被套，被套的里面是被子，枕头的外面的这个叫枕套。这个是我的床头，床头是放枕头的地方。这里是床尾，床尾是放脚的地方。有一句话叫夫妻吵架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就是说夫妻吵架很容易就和好了。床的左边我放了一个瑜伽垫，还有一个用来热身的，我不记得它的名字了。下面这个紫色的就是弹力带，也是可以健身或者做瑜伽的时候用的。这是一把椅子，还有一个熨斗，熨斗的旁边是一个灯，这是一条充电线，有点脏，我的房间有点乱，不好意思朋友们。那我们来看一看更加乱的这个区域吧。这个区域的东西比较多，我们还是从左到右。这个是我的电脑包，电脑包里有上课用的马克笔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。学生的削笔刀，上一次被我收了，我忘了还他了，上个学期的事情。还有我的一支笔。还有学生给我写的留言，教师节快乐。学生送我的东西，我都会把它收起来，很珍惜这些东西。还有我很喜欢信啊，这个其实我忘了是什么东西了，这应该是要丢的垃圾，忘了丢了。笔，黑色的笔和自动铅笔。学生送的笔，指甲刀，在学校也会有时候剪一下指甲。好了，那就是我的电脑包啦。然后从这里我们从上到下吧。这个是我的2只猫和它们的照片。噔噔噔，最可爱的猫，我把它们放在这里。这是我的相机的包，还有麦克风，这个麦克风的包，梳子，我的2本书，朋友送的书，还有笔记本和一些 A4 纸。好，这样就是这里就是我的梳妆台了，应该算是梳妆台。这个镜子的左边偷偷放了一些东西，可是应该不用给你们看。这个是镜子，镜子的这边有旅行袋的小包的身体乳，还可以装洗发露呀什么的。这个是它的盖子，盖子方便可以打开。下面的袋子很软，收纳很方便。旅行装，上一次跟朋友出去拿回来还没有用掉。这个是我的化妆包，化妆包上面有我的小夹子，还有防晒霜。这个防晒霜我还没有买到瓶装的，现在只有它的小样。这个是旅行装，也可以叫小样，应该是叫旅行装，它很小。充电线，有很多充电线，还有眼镜，这个眼镜都坏了吧？这里是我平时上课用的眼镜，因为我其实没有近视，可是在这个电脑的前置摄像头，如果我没有戴眼镜，我的中间
就是眼距会很大，所以有点奇怪。我上课的时候会戴眼镜，看起来也更聪明一些。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桌子吧。桌子的左边有一个空调的遥控器，这是我的平板，很可爱的小狗小猫。那它也是一个古董的平板了，已经没电了，已经买了太长时间了，算是一个古董了。抽纸、护手霜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的护手霜。它的味道特别好闻，觉得它的香味都是木质的香味。然后它的后面还有一些音乐，还有它的包装盒上是有，我忘了这个莎士比亚的诗，是莎士比亚吧？我忘了。还有手表的充电线，这个叫插排，因为它有一排插头，它叫插排。我把这里的这个线是插在一个插座上的，然后我可以把它变成有更多插头的一个插排，一个地方。那这个上面我插了电脑的充电线、电台灯的充电线，还有我的手机的充电线。我的手机正在充电，放在一个手机架上。这个是电脑架，电脑架上放了我的电脑，我的电脑正在录音，录这个话筒的音。下面是我做的一些笔记，一般是 HSK 1和2的学生经常会要问他们的问题，但是写的字太丑了，不会给你们看到。这个是在泰国最近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了，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要穿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，如果没有穿的话，需要戴这个在胸前或者手臂。对，表示尊敬。那有一个，这个叫，好像是叫，它，不好意思，有很多灰。它的上面有很多其他的插头，可以转接其他的插头。比如说我的这个话筒，它的插头是这样的，我的电脑没有这样的插头，所以需要用到。这是我的话筒，上课的时候我会用它，也会用一个处理器，因为这个话筒不可以直接连接到电脑，它需要这样一个声音的处理器。这个话筒是这样，上课的时候我会把它这样把话筒的架拿高一点，这样对着我的嘴，上面连了一个耳机，因为我得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话筒里是什么样的。好，抽屉里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和朋友的合照，人民币等等。现在在中国已经不会用到现金了。人民币很少见，还有面膜，充电插头。这个充电插头很厉害，它有很多这样的插头，还有胶带、睫毛夹什么的，什么都有，还有牙线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的衣柜吧，还是从上到下。上面我放了一些纸巾，我会囤很多纸巾，因为我知道我用纸很快。然后左边是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右边是一个大大的行李箱。架子的最上面我放了浴巾
和被套。第2层是我最喜欢的小狗包，还有一个皮质的小包。第3层是被套、枕套、衣服，还有一个内衣垫和我的舞鞋。因为跳舞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胸垫，所以我把它和舞鞋放在一起，以免我忘记带。再下一层是我的一些 T 恤、短袖。那这个下面的架子里呢，我分别放了背心、内衣、内裤、袜子。挂衣服的地方，左边我一般会画一些长裙、裤子、浴巾。下面我会挂一些衬衫，一般都是工作穿的衣服。右边的上面会挂一些运动穿的衣服，运动背心、运动的短裤、跳舞穿的衣服，还有防晒衣。下面则是一些很短的上衣、短的裙子或者是牛仔裤。最后旁边的小筐子里放了一些我要洗的衣服，这个叫做洗衣篮吧。忙着去上舞蹈课，在剪视频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录浴室的内容，那我们就留一点小尾巴，下一次再讲浴室的词语吧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我尽力解释了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，但我相信还是有一些细节的词我没有介绍到。如果有你们感兴趣的内容、感兴趣的物品或者哪一类物品的名称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下一个视频我会录这些东西。好，那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